我也想让他多理解理解我。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刘，26岁，来自河北会计；女嘉宾小泽，22岁，来自河北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交往多久了呀？交往快2年了。快2年了，怎么认识的呀？他在网吧工作啊，然后我长期是晚上爱去网吧，然后慢慢时间长了，我就找他要微信，这么认识的。哦，这个长期去网吧啊，不是故意因为看到他所以才去的吧？有一定原因吧？有一定的原因啊。出现什么问题了呀？要来这儿？我觉得他这个人吧，太自私了。自私啊。他每天就是干什么事情他都有计划啊，就是他没有计划的事情，他多一点他都不愿意干。不是，那怎么能就叫自私了呢？我感觉我什么事儿我都有计划，我都有安排，这是好事儿啊。我这是把时间最高效的利用一下，不像你一样总是磨叽。磨叽？那你见过因为5分钟就扭头就走的吗？啥意思？啥叫5分钟扭头就走？就是有一次我们说好了，我们出去就是玩儿。然后吧，他到我们家楼下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我到楼下了。我一看他到楼下了之后，我就赶紧就把衣服就穿好了，我想出去找他嘛。结果我一下楼，他人就不见了。人呢？他说是5分钟，你那是5分钟吗？我到下面之后，我掐着表等他的，整整15分钟他都没有下来。那这接着等啊。5分钟和15分钟有区别吗？你就因为这15分钟你就走是吧？你就不管我了？不是，那他要自己早下来10分钟，他快点收拾，他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上次呢？上次咱们说好看电影去了吧？结果因为路上堵车了，这不是我的原因呢。堵车了，我告诉你了，堵车了，我可能会晚个20分钟左右。我在微信上跟他说了，结果到那之后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走了。真走了？对呀。为啥？就他从来不考虑别人，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吧，就是喜欢什么事就计划一下，然后我每天晚上就喜欢去健身。他晚了半个点，20分钟过来了，然后那场电影那岂不就看不了了？你要看下场的话，他晚上健身房，我又赶不上健身房去了。他就说晚20分钟就晚20分钟，那我晚上健身怎么办呀？那你就不能不健身吗？我那天就是该练，我就是想回家徒手呗，非要健身房？不是，我就是喜欢这个，老师你知道吗？我感觉我计划的没有问题，都是他在晚，他在迟到。他就什么时候就都是健身。我们一起去旅游，去大连的时候，本来就是说好了，就是我们去室内，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市区比较远。我们去一次市区挺不容易的，我就说咱们既然今天来了，我朋友跟我说那边有一场灯光秀特别好，我说咱们晚上看吧。他说不行，必须要赶6点之前回酒店，因为他要健身。我说那你就别健了吧，我说灯光秀我特别想看，他就不行，怎么跟他说都不行。那你就自己看灯光秀去呗，跟朋友，让他去健身呗。我朋友没在，就我自己一个人。那就自己去呗。我主要是想让他和我一起去，我觉得跟他一起看才有意思。他就是想起什么就是什么来。我本来我就计划好了，我晚上去，然后他就看上他就又不走了，又不想走了，然后就因为这个又跟我耍气。那你就让他在那儿看完你健完身回来再接他嘛。他不会接我的，他健完身他还有别的安排呢。那怎么解释？你说健身算爱好可以，别的安排是什么呀？我就喜欢把什么事儿就安排好了嘛，他就想起什么就是什么，我就受不了他这个劲儿，我想给他改一改。不是，你要生病了，你会去健身房吗？我会去呀。干嘛去啊？就是坚持一下嘛。健身是为了健身，你生病你去健身房干嘛？真有这事儿啊？这真的。有一次我发烧也去了。教练让你练吗？教练说尽量别练。然后呢？然后我就坚持了，就是练完有点头晕。你这他做所有事儿都这样，还是只对健身这一件事儿？他所有事情都这样。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发烧特别严重，我当时特别难受，而且我家里也没有人，我爸妈就去外地上班了。我就说你过来陪我一下吧，我真的特别难受。然后他说不行，他有别的安排。那时候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是7点左右，他跟我说他得11点半才能过来。我说我现在发烧呢，你不能放下别的事儿来陪陪我吗？他说不行。这前面安排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儿？就是那天我已经想好了，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当时我已经在收拾东西了，我想收拾东西去健身去嘛。然后我健完身之后，我还有一个就是注册会计师的网课，就是当时就已经约好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发烧了，你自己吃口药睡一觉，我不也过来了吗？他睡一觉，我到那儿不也是陪他吗？我直接过去陪他，他也是在床上躺着睡觉啊。
我感觉这都差不多呀。我就想先忙完。那我特好奇，你谈女朋友干嘛？其实你健身就行了，不需要女朋友。那你干嘛谈恋爱呢？我也是挺喜欢的，但是我挺喜欢健身的，我也。那显然健身比他重要呗。我要较劲儿的说的话，是不是？一样重要，差不多重要。你看一样重要，你这还有什么好聊的呢？跟他分手啊？就是其实主要是就是如果我们2个人之间的矛盾吧，我就还可以接受的。哦，这你是可以忍的。但是就是他现在就是把我爸妈都已经给惹了。哦，他干嘛了？去年元宵节的时候，我爸妈就叫他上我家吃饭来。好事啊！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不行，他有安排了，没办法去吃。又健身去了？不是，他就说那个去年元宵节吧，我跟我一朋友说好了，我们一起去北京过，提前1个月，当时我就跟人说好了。然后现在他提前1个礼拜，他跟我说我去不了了，我怎么跟人说呀？你为什么事不早点说呢？我都已经提前1个星期了。那我怎么办？我就跟人说好了，我肯定得去呀。什么朋友？方便问吗？就是男性朋友。我没问他什么姓，你那么紧张干嘛呀？什么关系的朋友？一个发小，主要是我跟人说好的呀，我就是不是你可以跟人商量啊，生活总是在变化的呀。我就是喜欢就什么事就按照安排。你以前谈过女朋友吗？以前没有。初恋啊？以后就是他了吧？差不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是一定不变的，对不对？差不多吧。那人家真走了怎么办啊？真走就挽留他。那就留不住呢？努力挽留，试过就行了。试过就行了，这就放弃了？也不是。行吧，那你怎么跟父母说呢？一开始想骗我爸妈嘛，我就说他有点别的事儿，他和他爸妈一起吃饭什么的，然后我妈不信，因为他之前就因为这些事儿已经惹过我妈1次了。因为啥事儿？就是我妈过生日啊，本来我没想叫她去，因为都是亲戚朋友，我怕她腼腆，怕她害羞嘛，就没想叫她去。叫了之后呢，我舅舅们就说你把你男朋友叫来呀，一起吧。我就想行了，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吧，他就怎么就不来，然后最后整得挺尴尬的，我妈也挺不高兴的，我觉得当时挺上火的。他当时又忙啥了？他就是有什么事他就是他不管别人，他就想起一出是一出。我当时也是已经到健身房，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去，然后他当时又是晚饭那点他又突然就跟我说，你吃完饭再练不一样吗？我就受不了他什么事都不提前跟我说。谁追的谁啊？我追的他。他追你的时候你也这样吗？追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挺有规律的一个人，因为就是他每天。我的意思是他会为你变吗？没太注意这个。交往之后才发现他这样。一直就这样，对所有的事儿都是这样，还是只对你的事儿这样？他对所有的事情都这样。健身不能变，跟朋友有约不能变，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变的？就比如说吧，那天的时候我在家待着，然后那天天特别黑，然后外头有点下雨，我就说你别出去了今天。那天他应该是和朋友约好一起去打篮球，在篮球馆。我说你别去了，我真的特别害怕，而且你也不指定什么时候回来，再出危险怎么办？他就不听，怎么跟他说都不行，他就非要去打篮球。对，非要去。那我也不能因为就是谈个恋爱我就没朋友了呀，他就想起一出是一出，我都跟人说好的事儿，我都不是，那你带他一起去呗，他不就害怕吗？你带他去看了不就不害怕了吗？不是，他还不喜欢就是篮球场吵吵闹闹，然后他就想让我跟他在家待着，什么事没有，那就在家待着吗？难道就那不待着干嘛呢？问题是我跟你不是谈恋爱不就是这样吗？女生喜欢腻着你吗？你得做一些改变啊！你时间安排的时候你要考虑他呀，因为你不再是单身汉了嘛，你就排那么满。但是别的朋友他们也都去了呀，就是他们都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呀？哎呀，我听明白了，这恋爱谈的怎么样？就觉得他什么事情他都只是按照他自己的原则干，他不会为了我做改变。啊，那你不也坚持了2年，或者叫爱了2年，不是也舍不得他吗？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影响到我们的之间的感情了。比如说，就是出去玩的话，他连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睡觉，他都制定的特别的那种让人很紧绷的感觉，一点都不放松。那如有违背呢？如有违背，他就批评我，就和我打架。比如说晚上他制定的计划是10点睡觉，然后我10点01还在玩手机的话，他就把我手机抢过去，就说我一顿。他大半夜他不睡觉，他在那玩手机。首先10点，他对眼睛也不好，完了还不让别人睡觉，完了第二天还起不起床了呀。
就浪费时间，我感觉根本就是。你说浪费时间，那早起呢？早起的时候，本来我们制定的计划是去游乐场，结果那天天有点阴，我就说别去了吧，万一下雨呢？他说不行，今天就算是下雨也得去。这没办法，我们就去了。结果到那真的下雨了，我就说那回来吧。对呀，他说不行，今天计划就是要去游乐场，没办法，我们打着伞逛了一圈，然后回来了。不是，那怎么说第二天呢？就是我们之前的行程安排好了，第二天还要去海洋馆，当天就是定的就是去游乐场，而且为什么不是当天下雨先去海洋馆，2天再去游乐场？但是当时上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下午会真下，就是上午比较阴天嘛。那你这计划做的不行啊！嗯，现在那个天气的 UP 多厉害啊！查呀，你不像你有特计划的人呀。就是你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是这么一个有规矩的人，还是其实你对这个姑娘你想控制啊？我肯定是想让她听我的呀。你看，你就说实话嘛，你不能说我有规矩嘛，我是想让她听我的，咱得说实话呀。你这次来是因为什么事儿而来的呢？这次事儿就是因为他原来是干会计的，他说这个吧不太适合他了，他想去干一个别的，想去北京发展。你们现在不在北京？对，我们现在是在河北。在河北。我就不想让他去北京，因为我觉得就是异地恋的话，就不太能保证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你就跟他去北京呗。可是这里我爸妈又不是很同意让我去，而且他也并不想带我去北京。哦，那你是怎么想的呢，兄弟？就是因为在我们那块没有那么好的工作机会呀。啊，在那块有一次我去找朋友，然后在那块的健身房健身，然后他就看我就是还行，想留我在那儿，然后我跟他谈的也不错。我感觉在我们那块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就是做健身教练去，是这意思吗？对对对。啊，去北京是吧？对对对。那他怎么办？我可以每周都回去啊，然后每天晚上也可以，现在就有微信啊、有电话之类的。就是异地了呗。啊，对。那你愿意为他留下来吗？放弃这个工作机会？我现在还没有做决定呢。他的意思就是不行，没办法，必须要去北京，因为北京的发展很好。啊，那对这个事儿你是个什么态度呢？就是如果他非要去北京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不太能接受异地恋的。就是他固执啊，就是我这是为了更好的就是发展自己，我赚的钱也是给他花呀，他就不想让我就是去大城市发展发展嘛。哦。可是我觉得在这里也不错呀。我注意到资料上面说女生现在等于是待业，对吧？我现在找了一个工作，幼儿教师，但是还没有去呢。哦，准备上岗了，对，是吧？不是没工作，是这意思吗？你去吧，女朋友跑了，反正也没关系，对吧？是没关系的。关系重要吗？重要。啊，那你觉得是出了什么问题了，兄弟？因为你看别人也有异地恋呀，他们不也都好好的吗？是，那别人也有异地恋，不也有吹的吗？我感觉为什么到我这就不可以呢？而且我这也是为了好事，也不是就是为了谁好？都好吧，应该。这好啥呀？不都你好了吗？我问一下女生啊，在你们2年多的这个交往过程里，男生有因为你而改变计划的事儿吗？还是一次都没有？在我记忆中没有过。我感觉他说的有些夸张，我感觉有吗？我也一时间想不起来了。那显然是没有。这2年多跟他交往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最大的快乐就是他这个人比较守原则，他答应我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做到，就是他承诺的事情他都做了。对。但是他的反向就是说，因为他这样，你说他矮板也好，他的计划性比较强也好，或者叫固执也好，或者叫执拗也好的，另一方面其实就是他不容空，是吧？觉得对。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希望就是改一改他这个毛病，融通一下。你们俩吵过架吗？吵过。一般都是谁让步呢？一般都是我。你让过步吗？我希望他听我的。就你找这个男朋友可能就是这样，他希望他是生活的主轴，然后你围着他转，愿意吗？不愿意。工作和女朋友选一个。那我感觉得先发展自己。注意啊，健身和女朋友谁重要？我觉得是一样。工作和女朋友谁重要？男生说，我觉得得先发展自己，是吧？其实我觉得小伙子特别坦诚，就他很坦率地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女生呢，不是不喜欢，而是觉得这种脾气不让步的性格，或者他这么守规矩的一些方式让你接受不了。对。现在最大的困惑不是这种方式带来的生活上面的不顺，而是要出现女生最害怕看到的局面，叫异地恋，对吧？对。那你心里面它多大的分量，你能告诉我们吗？排第几？
排第几跟什么比排呀？健身、工作、父母、朋友、女朋友，你排一下。第一位，那我感觉父母、父母、健身、健身、工作、朋友、女朋友。行吧，初恋啊，你们可能不太明白这里的道理。老师们看看这个道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问一下女生一个问题，假设男朋友他的这种做计划性的行为模式不会变化，就这样了，你会选择分手吗？我可能应该会。那我明确的告诉你，他的这种情况是性格使然，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但是这个性格呢，我们也来看，两个方面，他呢不坏，他也爱你，他爱谁都这样，他不是不爱你，是性格使然。再爱一个女朋友，他也这样的一个相处模式。刚才他也很坦诚了，说清楚了，排在第几位，很多的计划都是他个人的计划，他答应你的事儿，他也会承诺，他会爱你，也可能会和你结婚，承诺东西也可能会做到。他可能不会有外心，但是这样的模式可能一直都这样持续下去，这就是你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他的个性里面属于这种比较自我的，不叫自私。自私是怎么讲呢？自私是损人利己，我伤害别人，我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干什么就按照我方式去做，我无意去害别人，这就是他的一个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刚才也说过了，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当然它有它的好处，所以选择就在这里面，不要做任何期待。其实我个人认为，异地并不影响到他爱你，甚至也不影响到有可能你们走在一起。但是恰恰是你要思考的问题是说，这个模式不变化，你最终选择是什么？犹豫，可能几年又过去了，最后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这个我希望今天告诉你，不能变了。你要不要变？那么男生呢，我想说，你的这个性格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累不累？挺累的吧？挺累的，对吧？其实你在自律。对，我自己一定要说到做到。我答应别人的事儿，我反悔了，我自己良心上我受不了。对，别人不说，我自己就受不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呢，其实它是有不变和变化两种力量。如果你只坚持一种，那也就是说你只活对了一半，另外一半你将视而不见。其实看似你在做计划，但表面上你的计划真正顺利成功的，或者达到你的目标的，一定还有达不到的时候。对，所以不是所有的计划都那么完美，计划里面一定要有灵活的东西。虽然我说了性格不好变化，但是只有你自己愿意发生变化的时候，它一定还是有可能的。要不然有我们这种职业的人干嘛呢？那么我们学习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说了，心态决定命运，学习改变命运。我想说的是，你的性格当中有利弊，但是如果你愿意发生变化，一切还是有可能的。你的这种性格里面，它一定会让你未来会处处碰壁。其实看似你和别人的关系很好，但是走得再近一点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冲突。只是表面上的好，别人会认为你比较真诚，说话靠谱，但是走得再近一点的时候就走不进去了，一定是这样的。女朋友今天已经在犹豫了，也就是说你在2年期间，你一直很认真的在执行着你的计划，甚至你的恋爱计划，但是你发现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拿健身那个例子说事儿，健身是为了健康，当你病了还健身，已经是在损害健康了。所以你的计划在某些层面来讲，那叫做形式主义。所以你为了追求你认为的计划，其实在损害你的结果。那请问你的计划重要呢，还是计划最后中的结果重要呢？结果重要。对，一定结果重要。你的计划是为了美好的生活，那你就告诉我你又很累，然后和你身边生活在一起的朋友、你的女朋友甚至你的家人都很累，那你要的又是什么？所以适当的放松一下，多一点灵活，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吸收更多的东西，你才会有进步。如果你一直活在自己的思维里面，你就不会长大的。慢慢的你发现你很努力，
但是你很失败的。希望今天我的发言能够给你一些思考，好吧？谢谢老师。好，谢谢于老师。女生，我真心觉得他不够爱你。真的，你再说性格固执，再说自律，但如果真的是那么爱一个人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不相信一个人就死板到说我完完全全不可以变，就要按照我的规则。如果真的是重要的紧急的大事儿，可以，他坚持原则我支持，我们可以包容妥协。都是点芝麻大的小事儿都不愿意为你妥协一步，我不知道他心里有多爱你，这就是我的直观感受。但是我想跟女生说的是啊，虽然说他做的不够好，但我们针对每一个人去做这种人际亲密的交流的时候，方法是不一样的。你们俩也确实不合适，他这样一个钢铁直男，而你又是一个很冷的姑娘，当他说不的时候，你必须听我的时候，你也不会撒娇，也不会这个给俩什么甜枣，那你一副冷脸，只有吵，所以你也不适合他。其实这种男生也会有姑娘点燃他的，当他说我今天必须健身，电影看不了了，那你旁边撒娇，哎呀，你看我就想看啊，这个你别去健身，明天我陪你哈，也许就解决了。你解决不了。而男生，你刚才的排序让我特别的失望，就哪怕你稍微说我为了女朋友的面子，我把女朋友排在健身前面，排在朋友前面，你连一点面子都不给他。你不是说性格怎样，你是压根儿就谁也不爱，只爱自己。哪怕你心里不爱他，他跟你好了2年，你给他一些面子说，哦，女朋友排第3，或者有些可能会表达男生说，我不管我爱不爱他，我女朋友排第1，对吧？这是人际交流的常情。如果连你基本的交流你都不会，我觉得不是你性格的问题，就是你不愿意为对方付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反思，2年的时间了，你都不能够好好的待他，让他觉得开心，反而是让你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这段爱情中，你究竟有没有爱？究竟有没有学会怎样去爱？如果学不会，你就不要耽误他。如果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爱情，你就先健你的身，找你的工作，等你开了窍，你再谈恋爱，好不好？这就是我给你们2个想说的话，至于何去何从，你们自己判断。谢谢。好，谢谢杨老师。都说男生计划性很强，但其实你自己也可以适应变化的。比如说，要去北京工作是在你计划当中的事情吗？不是，显然不是。如果你下班的时候，你的领导跟你说，哎，得留下来加班，你作何选择呢？你一定是要加班的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的生活中也充满着变化，你是知道的。只不过关键在于应对这个变化，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觉得这事儿啊值不值得去变化？在你跟女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所谓不能变化，说定好的事儿为什么要违反？差15分钟来了我就走，种种的行为都在于说，你只是要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当中，你是说了算的那个人。我同意的事情，一定你要跟着我来，这样才能体现出你在这个关系当中的强势。所以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说你把它排在了第5位，在我看起来你说的的确是真话。也就是说这个排序就意味着现在其实你不是在谈恋爱，因为谈恋爱是2个人在一起共同谈，共同计划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做才能让彼此都开心。但真正你们俩相处当中呢，貌似开心的是你，对吧？都听你的，其实你真是那么开心吗？也不是。所以说在这个计划当中，如果是2个人共同的这种生活的话，一定是双方都同样开心，这样的计划我们才能去做。同时如果这个计划有一方不开心了，去调整，那这样的2个人都能开心，或者说某一方觉得我为你不开心我开心，这样的话你们才能走在一起。显然这个女孩并没有达成在你心目中的这个位置，她并不能让你能够去产生变化，所以她不应该在你的计划当中成为一个环节。所以说她根本没有走进你的内心。女孩其实你早应该觉醒，不是她计划性的问题，也不是她这人性格的问题，而是说你和她在一起是你们俩根本就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去沟通的问题。他如果遇到一个他觉得很好的女孩，真正符合他的女孩，其实他愿意去变化的。所以说你没有找到对的人，但是你又觉得很省心，这就闹心了嘛。
所以说尽快的，我觉得你们就好合好散，让自己快乐的计划是最重要的计划。就这样。好，谢谢曲总。计划用于要求自己的时候是自律，但如果计划用于要求别人的时候，那就是自私。我们的这一生都在不断的调整自己，除开那些不可抗力的天灾人祸之外，我们都在调整。调整的原因有为了父母，为了工作，为了朋友，等等等等，而你却只排在了最后。但是当他把你排在最后的时候，你好像并不痛苦。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错觉，就像你认为一个特别自律的男人其实是具备优秀品质的，跟着这样一个极其自律的男人是靠谱的，所以才会让你坚持到现在。但是逐渐的你觉得这种所谓的靠谱有点变味儿，有点不太具备人性化。久而久之，你好像也变成了计划当中的一环，成为一个木偶。所以你看，今天整个在场上，你们两人的表情都像木偶，脸上是纹丝不动的，生活是形同死灰的。如果计划本身是不含有幸福和情感，而只是非常冰冷的环节，那你觉得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过点正常人的生活，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人是有情感的，当一个人失去了做人的一些基本情感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没有朋友，比如说一个人心里没有父母，比如说一个人心里没有同事，比如说一个人心里没有基本的怜悯和同情之心，这个人的情感还有吗？你们这2年的恋爱谈的真是把感情给谈没了。那我建议你主动的跟这个女孩说再见，不要耽误人家，也不要耽误自己。你妈为什么着急？你舅舅他们为什么想见她？我相信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在生活里不快乐，他们看到了不快乐，所以他们特别想见一个又让我女儿日思夜想或者有所牵挂的男人，同时又是一个不能给我女儿带来快乐的男人是什么样的。所以你像个男人一样的面对事实，别再骗自己了。女生啊，是元宵，吃完了团圆的元宵之后，对一些人来说就是再见的时候，来年再见。对一些情感来说也是画句号的时候。其实画句号不是也挺好的，有一段新的开始，幸福的开始。我想这才是咱们过这种团圆节的时候的另外一种意义吧。团圆是在一起，也是对过去1年不愉快的告别，是对新的1年的一些期许。祝你们快乐吧！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就希望你能够别总这样了。我知道你做事情都特别有计划，但是我就希望就是你所有的计划都能带上我，都能把我放在你的计划里。其实刚才我听完各位老师说的，还有你说的，说让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在我心里还是不想这样，我还是挺喜欢你的。都这么说我了，我也知道我自己肯定是有问题，我会慢慢改的，因为这个不是1天2天能改过来的，我会慢慢的改变自己，行吗？过去没有意义的我们变成了零距离，为谁把我伤透了心？是你。我希望你以后别再这么固执了。你离开不再继续，走过的风景都有你的背影，不知道我来，怎么个意思？男生那个记忆怎么是俩核桃？怎么个意思啊？之前吧，因为我的问题，弄得他们家长挺不愉快的。我知道他爸特别喜欢这个，我就专门找了2个送给他爸的，希望他爸能开心一点。来，姑娘送的什么呀？就是每次就是因为打架呀，或者是他把我排在他的计划之外之后，把我一个人扔在家，
我就织点毛衣，不知不觉这毛衣就织完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接着把我排在计划之外，因为我还可以给你织100件毛衣。行，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官，来吧，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看。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做。来吧，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直刷我已经反思我的错误了，我现在已经把你的怨气全部穿在身上，我已经知道我错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慢慢的改我的习惯，咱们一定能好好的，相信我，相信我，给我一次机会。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这次我一定会把我所有的计划里面都把你安排在最重要。我还是不愿意失去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难独占。来，请亮灯啊！哎，你还去北京吗？我决定不去了。啊，不去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快就变了！